如果有人告诉你秦国制造的兵马俑它不是为了陪葬，而是忠烈祠，你会怎么想？今天的视频绝对能颠覆你的三观，一定要看完。我们都知道每尊兵马俑它长得都不一样，并且在出土的秦史记载，兵马俑它一共修建了30多年，并且每年修建的数量都差不多。这显然它根本不是在集中生产，而是一个积攒的过程。如果想要了解秦国拥有什么样的文化信仰，就要回到秦国统一之前的春秋战国时期。在战国七雄里，当时的秦国它并不是最强的，甚至在某一时期被魏国欺负到丢疆弃土。但幸运的是秦献公非常欣赏当时的墨家，就找到墨家帮助。墨家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，就把秦国迅速变强，随后就一路高歌，踏平陆国，一统天下。所以秦国就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墨家的主阵地。墨家和儒家当时还是对立的存在，所以秦国上下都学墨学。而墨家文化是从汉武帝时期才开始全面兴起的。而要说起秦国的战斗力，要比1600多年后的清朝还要强大，你可能不信，但考古出土的秦国的箭头都是这以3个面为主的，误差值非常之小，甚至可以接近2000年后的机床精度。秦朝也是历史上生产力最强的一个朝代，比如我们熟知的秦长城、都江堰、郑国渠，对于今天来说都是逆天工程。而在军事上，北上抗击匈奴，南下征讨百越，还在不断的扩大地盘。当时除了秦军，任何的外族根本就不是对手。然而后来的考古学家还发现了一个奇怪的历史现象，我们的历史战国时期和秦朝老百姓居住的都是瓦房，而后来2000多年历史，瓦房消失不见了，茅草房居然高达97%的占有率。一直到近50年左右，瓦房的比例才重新恢复到秦朝和战国时期。这就很奇怪了，历史的发展不应该是循序渐进的在进步吗？那么汉朝之后的历史为什么不进则退？这里就有人说因为慈禧太后的一系列的操作，但是这才多少年呢？我们是有5000年发展历史，还是人口大国？其实这背后的根本原因，它就是儒家文化。汉武帝开始独尊儒术，除了儒家文化，他排斥所有的，包括墨家文化。那么儒家文化在历史上它到底什么样？今天我一个视频来给你说完。儒家文化和墨家文化，我们从本质上理解，最大的不同就是儒家文化在护卫皇权，拉开贫富差距，让穷的人越来越穷，世世代代都是穷人，让富的人越来越富，世世代代都是贵族。首先儒家他提倡世袭制，一家独大，下面一层一层的构建一个成熟的阶梯等级社会。我们熟知的士农工商就是这么来的，为官者和普通老百姓要有等级分化，男尊女卑都要分等。然而皇权是至高无上的，也是这样的制度，商人和创业者在我们这2000多年历史中地位极其低下，不认识点关系可以说是寸步难行，举步难艰，辛苦赚的钱还要满足有权之人的口袋。这就导致一个民族非常缺少创新性，本应该用来创新和生产的时间和精力都用在了巴结关系上，然后为士者和普通百姓等级严重分化，导致官官相护不作为，底层老百姓几乎没有正义可言，只能忍受各种压榨和剥削。而提倡的男尊女卑思想更加的有意思，给女性做了非常多的定义，不仅3从4德，还有裹脚。而裹脚这种陋习居然在我们的历史上能存在1000多年，把女人的脚趾骨折断，还说是3寸金莲，这简直就是愚蠢之极。在华夏传世宝典《论语》上这样写：唯女子和小人难养也。这不就是弘扬歧视女性吗？还能有什么解释？而《论语》我们居然学了2000多年，到今天居然还有女性是儒学的粉丝，真不知道是怎么想的。而早在春秋战国时期，百家争鸣，墨家的地位老大墨子就提出了非儒。什么叫非儒呢？就是反对一切的儒学思想，还说如果后人都学儒家文化，就很难得到发展和进步。然而真实的历史就如同墨子这句话演变了2000多年。孔子提出的阶级分化，墨子就提出兼爱，人人平等，用兼爱的方式交换利益，而不是通过压榨和剥削。更不要分什么等级，要做到真正意义的君子犯法与庶民同罪。墨子在尚贤、尚统这2大观点中还提出这天下的王要选择有能力的人，然后一起去拥护他。他反对一家独大，说皇帝的儿子如果是一个不懂得治国、贪图享乐的人，也要当上几十年的皇帝，那这个国家还怎么发展？如果皇帝年龄已高还不赶快让位，这个国家还怎么发展？但是墨子提出的思想在汉朝就已经被皇权彻底废除了，然后在儒学笼罩的社会只是护卫皇权和贵族，对中下阶级的人根本调动不起来做任何事情，所以导致生产力极其低下，农耕之人也是少之又少。而真实的历史，饥荒可以说是3年一大5年一小，老百姓每天只想着如何能吃饱饭，常年不间断的饥饿让汉人身材矮小，所以在儒家盛行的2000年里，显得草原民族他如此之强悍。甚至出了一句话叫女真不满万，满万不可敌，并不是外族强大了，而是在相比较之下我们变弱了。
这也说明为什么墨家文化的秦国和之前的商朝、周朝、春秋、战国时期，我们根本不把匈奴放在眼里，而秦国之后的历史，外族变得如此凶悍。最典型的要数五胡乱华，当时汉族几乎被。再后来8万满兵就能打败300多万的明朝部队。后人评价这段历史说，就是300万头猪，几万满兵也不一定是对手，平均几十人打一个人都没有打过，因为投降的太多了，内奸也太多了，这仗怎么打？在近代历史的战役中我们最不缺的也是把头发梳中分的内体。而我们再看墨家文化，在战国时期，墨家人为了大义，173人可以全部自尽，一个贪生怕死的都没有，这就是差距，简直太大了。如果不是儒家文化的荼毒，哪个文明敢与华夏争锋？我们是世界唯一一个有5000年发展历史的文明，我们还是人口大国，为什么在近代被弹丸之地能纠缠8年？在近代还签过那么多丧权辱国的条款。后来有少部分人觉醒之后，比如谭嗣同说，各国变法无不从流血而成。我自横刀向天笑，去留肝胆两昆仑，这就是典型的墨家精神。教员也曾说孔子和墨子相比，墨子是更加伟大的。墨家文化的10大主张：兼爱、非攻、尚贤、尚同、天志、明轨、非命、非乐、节葬、节用。如果你仔细分析，它里面不仅有《资本论》的影子，还有《国富论》的合谋。可以说2000多年后的今天的世界2大核心经济阵地都采用的是墨家方针，而我们作为发源的先驱，皇权为了一己私欲还在弘扬儒家文化。当国人觉醒之时，或许就是墨家文化兴起的时候。儒家文化我们要连根拔起，这本图文版的墨子我推荐给大家，不仅内容很全，有翻译有注解，还配合着小故事，方便让你理解。尤其是家里有孩子的，认字了就要看墨子，而不是儒家的4书5经。